这部83年的恐怖片，据说是无数人的童年阴影，小时候都不敢一个人看，看完后很长时间不敢独自去厕所。故事开头，村长看上一名卖艺女子，想要占为己有，但是女人誓死不从，她将女人丈夫死死按在水缸里，逼她就范。等村长反应过来，男人已经被活活淹死。管家找到赶尸人肥猫处理尸体，谎称男人是村长弟弟，患了麻风病而死，家丑不好外扬。肥猫也知道是情远没有这么简单，但是利益驱使，他没理由拒绝。黑眼顺手拿走了尸体身上的玉佩，其实他们表面上是赶尸人，实际上是挂羊头卖狗肉，尸体全是活人假扮，用来掩人耳目，运输烟土。为了把尸体顺利带出城，他们只能用木棍将其固定，前后2人夹住，一起跳动。但是无缘无故多出来一具尸体，出城时遭到怀疑，队长决定将毒蚂蚁放在尸体上排查，结果千挑万选，正好选中了真的那一具。肥猫这才蒙混过去。刚出城，他们就脱掉伪装，让胖子背着尸体赶路。但是丛林里伸手不见五指，黑色的是泥，反光的是水，胖子和大嘴偏偏踩中了一片黄色，还有一股硫磺味。等他们反应过来，已经陷入了硫磺池，就快要被淹没。长毛赶紧扔下绳子捞人，大嘴身材瘦小，很快爬了出来，但是胖子背着尸体却越陷越深。尸体被淹没，正好帮他们解决负担。但是等他们前脚刚离开，硫磺池就开始沸腾。树上的猫头鹰似乎受到了惊吓，此时几人正在客栈休息，黑暗中出现一道人影，突然鸡飞狗跳，全被吸干了血。黑眼和大嘴抱团出来小便，不料刚尿一半就被吓了回去。进去吧，不要让人家看见了。长毛检查后发现身上的烟土还在，肯定不是同行干的。身上除了伤痕外，就是一股强烈的硫磺味，和院子里死去的牲畜一个味儿。第二天，他们在酒馆又听说邻居家猪无缘无故死了2头，可怕的是都被吸干了血，有很重的硫磺味。胖子觉得不太对劲，前去查看。大嘴在树林里发现了血迹和脚印，2人顺着痕迹一路跟了过去，在硫磺池旁发现大片脚印，顺着痕迹又找到一座寺庙。肥猫肯定这和丢弃的尸体有关，决定前往寺庙消灭吸血鬼。对付吸血鬼只有3样东西：符咒、网、童子尿。他们在全村收集了2大缸，趁深夜来到寺庙，统一好暗号后，6人决定分3组进入，但是不怕神对手，就怕猪一样的队友。胖子和大鹰发现僵尸后，拼命打暗号。肥猫听见后，立马赶过来。好戏啊！肥猫抱着一缸童子尿到处搜寻僵尸，仿佛听见一阵猪叫声，闻声看去，楼下的僵尸正抱着一头肥猪大口吸着血。他放下缸子想要射击，结果进了水开不了枪，只能将希望寄托在这一缸子圣水上，不料被突然出现的队友破坏。肥猫想要逃跑，却被僵尸挡住了去路，只能退回来，抱着一尊佛像瑟瑟发抖。下面队友已经张开网救命，看着僵尸越来越近，最后只能跳了下去。而此时，村长被一个噩梦惊醒，让管家去找法师帮忙。肥猫一帮人又在一个山洞发现了僵尸的踪迹，大家分头寻找，不料大嘴脚下一滑，给吊在了半空，脚下传来僵尸的嘶吼声。他刚干掉一条蟒蛇，正大口吸血，他抛下大把符文也无济于事，大声呼救，大家闻声赶来，结果4眼脚下一滑，自己掉了下去，成了僵尸的晚餐。长毛捡起一根木棒冲上去，然而被轻松干了回去。胖子紧紧抱住僵尸，结果一击毙命。我别忘记了你的，紧要关头，肥猫迅速将大嘴拉了上去，2人仓皇逃跑。7个兄弟只剩下2，肥猫只能回来找村长联手对付僵尸。法师开坛做法，村长躲在一个贴满符文的小屋，肥猫则扮成稻草人，万事俱备，只等僵尸自投罗网。突然天空异象，电闪雷鸣，僵尸破门而入，村长吓得缩了回去。逃不进，又逃不进。
肥猫扔出桃木剑，稻草人把僵尸团团围住，然后并没有什么卵用。僵尸毫发无伤，从大火中走出来，直奔村长而去。法师赶紧掏出桃木剑，一跃而下，刺进了僵尸肚子，反被打出几百米。临死前让两人赶紧逃跑。眼看僵尸步步逼近，手中握着妻子的玉佩，原来他杀黑眼只是为了取回妻子物件。大嘴急中生智，一声鸡叫，两人逃过一劫。看着僵尸离开，两人才松了一口气。肥猫为了搞清楚事情真相，扮僵尸吓唬村长，村长全盘托出，两人以此要挟，索要20根金条。但是刚准备跑路就被抓了起来，被绑在了桥下，四周装好炸药。他们将女人作为诱饵，引僵尸前来复仇，一切安排妥当。村长和管家则躲进船里看戏。僵尸朝着两人快速冲过来，撞断了木桥，但是并没有伤害两人，直接转向奔向村长的游船。他们迅速解开绳子，爬上桥去。游船开始剧烈晃动起来，船夫一不小心掉了下去，只见他在水中挣扎，河水瞬间被鲜血染红，紧接着管家也被拉下了水。僵尸冲破船底，直接咬断了村长的脖子，终于报仇雪恨。僵尸走到妻子身旁，按下了炸药的开关，随着一声巨响，他们终于可以永远在一起。